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美利坚13个联合邦一致通过的宣言，在有关人类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其和另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并按照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旨意取得独立和平等的地位时，出于对人类公义的尊重，必须宣布他们不得不独立的原因。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利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破坏上述目的，人民就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并建立新政府。新政府赖以奠基的原则，得以组织权力的方式，都要最大可能地增进民众的安全和幸福。的确，从慎重考虑，不应当由于轻微和短暂的原因而改变成立多年的政府。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来恢复自身的权益。但是，当政府一贯滥用职权，强取豪夺，一成不变地追逐这一目标，足以证明他旨在把人民置于绝对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这就是这些殖民地过去逆来顺受的情况，也是他们现在不得不改变以前政府制度的原因。当今大不列颠国王的历史是一再损人利己和强取豪夺的历史，所有这些暴行的直接目的，就是想在这些邦建立一种绝对的暴政。为了证明所言属实，现把下列事实公正地向世界宣布：他拒绝批准对公众利益最有益、最必要的法律；他禁止他的总督们批准急需和至关重要的法律，要不就把这些法律搁置起来，暂等待他的同意。一旦这些法律被搁置起来，他就完全置之不理。他拒绝批准允许将广大地区供民众垦殖的其他法律，除非那些人民情愿放弃自己在立法机关中的代表权，但这种权利对他们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只有暴君才畏惧这种权利。他把各地立法机构召集到既不方便也不舒适且远离公文档案保存地的地方去开会，其唯一的目的是使他们疲于奔命，顺从他的意志。他一再解散各殖民地的议会，因为他们坚定果敢地反对他侵犯人民的各项权利。在解散各殖民地议会后，他又长时间拒绝另选新议会，但立法权是无法被取消的，因此这项权利已经回到广大人民手中，并由他们来行使。其实各邦仍然险象环生，外有侵略之患，内有动乱之忧。他竭力抑制各殖民地增加人口，为此他阻挠外国人规划法律的通过，拒绝批准其他鼓励外国人移居各邦的法律，并提高分配新土地的条件。他拒绝批准建立司法权力的法律，借以阻挠司法公正。他控制了法官的任期、薪金数额和支付，从而让法官完全从属于他个人的意志。他建立多种新的衙门，派遣蝗虫般多的官员，骚扰我们人民，并蚕食民脂民膏。在和平时期，未经我们立法机关的同意，他就在我们中间驻扎常备军。他使军队独立于民政权力之外，并凌驾于民政权力之上。他同一些人勾结，把我们置于一种与我们的体制格格不入且不为我们的法律认可的管辖之下。他还批准这些人炮制的假冒法案，来到达下述目的：在我们这里驻扎大批武装部队，用假审讯来包庇他们，使那些杀害我们各邦居民的谋杀者逍遥法外，切断我们同世界各地的贸易，未经我们同意便向我们强行征税，在许多案件中剥夺我们享有陪审团的权益，编造罪名把我们递解到海外去受审。
他在一个邻省废除了英国法律的自由制度，在那里建立专制政府，并扩大他的疆界，企图使之迅即成为一个样板和得心应手的工具，以便向这里的各殖民地推行同样的专制统治，取消我们的特许状，废除我们最宝贵的法律，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政府形式，终止我们自己的立法机构，宣称他们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权为我们立法。他宣布我们已不在他的保护之下，并向我们开战，从而放弃了这里的政权。他在我们的海域大肆掠夺，蹂躏我们的海岸，焚烧我们的市镇，残害我们人民的生命。此时他正在运送大批外国佣兵来完成屠杀、破坏和肆虐的勾当。这种勾当早就开始，其残酷卑劣，甚至在最野蛮的时代也难出其右。他完全不配做一个文明国家的元首。他强迫在公海被他俘虏的我们公民同胞充军，反对自己的国家，成为残杀自己朋友和亲人的刽子手，或是死于自己朋友和亲人的手下。他在我们中间煽动内乱，并且竭力挑唆那些残酷无情的印第安人来杀掠我们边疆的居民。众所周知，印第安人的作战方式是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格杀勿论。在这些压迫的每一阶段中，我们都曾用最谦卑的言辞请求救济，但我们一再的请愿求所得到的答复却是一再的伤害。这样一个君主，在其品行格已打上了可以看作是暴君行为的烙印时，便不配做自由人民的统治者。我们不是没有顾念我们英国的弟兄，我们一再警告过他们，他们的立法机关企图把无理的管辖权横加到我们的头上。我们也提醒过他们，我们移民并定居来这里的状况。我们曾经呼唤他们天生的正义感和侠肝义胆。我们恳切陈词，请他们念在同文同种的份上，弃绝这些必然会破坏我们彼此关系和往来的无理掠夺。对于这种来自正义和基于血缘的呼声，他们却也同样置若罔闻。迫不得已，我们不得不宣布和他们分离。我们会以对待其他民族一样的态度对待他们，战时是仇敌，平时是朋友。因此，我们集合在大陆会议下的美利坚联合邦的代表，为我们各项正当意图，欲请全世界最崇高的正义，以各殖民地善良人民的名义，并经他们授权。我们极为庄严地宣布，这些联合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是名正言顺地成为自由和独立的国家。他们解除效忠英国王室的一切义务，他们和大不列颠国家之间的一切政治关系从此全部断绝，而且必须断绝。作为自由独立的国家，他们完全有权宣战、缔和、结盟、通商和采取独立国家理应采取和处理的一切行动和事宜。我们坚定地信赖神明上帝的保佑，同时以我们的生命、财产和神圣的名誉彼此宣誓来支持这一宣言。